都还听话吗？还好，有几个企图逃走，有些葬身山谷，有些属下下令把他们杀了。可曾将他们的尸首示众？有，也的确产生了吓阻效果。士兵们可有所表示？属下一再向士兵们说明，这些罪犯都是犯了重罪，被判罚苦役。官兵对格杀勿论，毫无质疑。这样就对了，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。是。包大人这2天要来青州视察各营军备，我恐怕也没时间过来，这儿就由你全权负责。哦，将军，如果包大人要看虎贲营怎么办？我不会安排他看，而且山路崎岖，他也应该不会来，所以你就专心管好矿场就行了。属下明白。我还是来问昨天那位大婶的事情，他的儿子丁忠，真的只是和客人争执？没错，是官府的捕快把他带走了。什么罪名？客官不是本地人吧？我是路过的。那我劝客官还是少管闲事。为什么？官府抓人，还需要什么罪名吗？即使真的要罪名，随便安一个就是了。官府可以随便抓人，那还有王法吗？那些人也不是完全没罪，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罪的。可是，一旦抓进了大牢，就没有人能回来。那官府是怎么说的？反正什么理由都有，总之从此就是失踪，家人想见都见不到。起来！别看，慢慢起来。我什么都没看，我什么都没看。你最好是保持这个样子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劫囚。可牢里没有一个囚犯，你要劫谁啊？人呢？都被带走了。被谁带走？带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。不要命！好，我说，他们都被官兵带走了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究竟带到哪儿去了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大侠，我其实说的都是实话，你把我杀了我也不知道啊。大侠。驿馆的衙役虽已撤走，还是要多注意城内的情形。在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前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惊扰到他，明白吗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大人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包大人呢？包大人想利用下午的时间来城里看禁卫营，所以决定提前回城，现在正在禁卫营里视察。包大人在青州期间，你就专心陪他。是。可是矿场那边，怎么？你不在，难道就没人管了？不，虎贲营的刘通是末将的心腹，可靠得很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矿场的工人恐怕不够用了。为什么不够用？有的病死了，有的想逃走。什么？有人逃离了矿场？大人放心，想逃走的全部被杀掉了。只要跑掉一个，就可能把整件事破坏。所以本座才要你用1个营的兵力去监视矿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本座饶不了你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可是人手真的欠缺，能不能再送些罪犯过去？还送罪犯？我已经找尽理由送过去了，难道你要把全城的老百姓都送过去？郭捕头，无论如何你得想想办法才行啊！好了，就算人手不够，现在也不能妄动。等
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后再说吧。是。参见包大人。包大人今日连番视察左卫营与禁卫营，想必辛苦了，还请早点歇息。勘察军务乃是本府职责所在，何来辛苦二字？是，明日安排的是右卫营，在城西10里。明日一早，末将派人前来带路。且慢，青州步军另外2个营又在何处？回报大人，后卫营在城北10里，虎贲营在寿光县。寿光离此地有多远？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，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。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。范指挥说错了吧？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，寿光县地属山区，距青州城不过15里地。虽然山路崎岖，可是大人乘坐马车，约莫1个半时辰就能够到。另外，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1个时辰。倘若明日清晨出发，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。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？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？在下看过寿光县志，也看过行军图。范指挥，在下说的可是正确？公孙先生说的没错。好，本府明日就先看虎贲营。这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。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，又岂怕山路难行？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？不，末将不敢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就一早出发。是。怎么办，大人？大人，怎么办呢？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，这下麻烦可就大了。冷静点儿，他要看，你就带他去看嘛。慌什么？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1个都的兵力之外，其余的全在矿区啊。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，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。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？调回去？矿场到寿光距离不到20里地，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，急行军赶回寿光，再加上拔寨安顿，只要3、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。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，就任由他点阅，又有何惧？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。暂时停工，把矿工全都关起来。郭北，大人，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，任何人不准下山。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，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。是。大人毕竟智慧过人，末将由衷敬佩。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，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？是末将知罪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是，末将这就去办。敲锣，立刻停工，所有人都回去。
成功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！成功了！走，快点，快！李大叔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我们去看看。走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！走，快走！快走！天空了！哦，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。大人，田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，却被抓到矿场采矿，如今证实确有其事。属下认为，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，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带人。大人，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，那张冲就涉嫌重大了。只有他，同时拥有这2种权利。大人，是否马上对张冲采取行动？还不行，不能排除是他的下属私相授受。此事不能过于急躁，必须通盘考量，绝不能让对方有所警觉，否则他们为图脱罪，极有可能毁掉矿场，杀害矿工。大人之意是依照原定计划，明日去看虎贲营。不错。与此同时，展护卫在城里打听那些被官兵抓走而又失踪的人员家属，倘若他们愿意出面作证，对处理此案必定会有所帮助。属下明天马上去办。马汉，属下在。叫张龙、赵虎将田青带到厅中来，本府有话交代。是。外面官兵还是没有回来，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？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？不会的，还有那么多金矿，没人舍得放弃。哎，那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很可能田青真的逃了出去，甚至有人正在追查金矿的事啊！老天爷，帮帮我们，快救我们出去吧！田青，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。然而，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，全案必可侦破。本府若让你出城去找，是否可行？大人，只要离青州城20里之内的范围去找，草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。大人，青州群山环绕，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。如果从山脉的走势和岩石的色泽这2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，不符合的就不细看，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。哦，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辨？大人，勘矿师原本就具备这样的专业本领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你2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贲营，带领一个小队人马，将那田青混入其中，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。去吧。是。草民告退。此案虽然要查，却不能忘却为小王爷治病之事，还请公孙先生与婉儿研商治病之法。待明日由虎贲营返回之后，让他随本府一同前往王府。是。师叔，婉儿已经想出了治病的方法，正准备向您去请教。想到了法子就好了。
昨日只是匆匆地替小王爷号上一脉，虽然知道他气血不通，不过最好还是经过完全确认之后再做定论。婉儿也希望如此。可是小王爷根本不肯接受治疗，婉儿担心他也不会配合任何的诊疗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大人说，明日带你再去王府，说不定柴王爷已经劝动了小王爷，再去试试吧。婉儿会预做准备的。婉儿，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这里很好，窗明几净，简单朴实。虽然比不上宫中的华丽，却多了几分宁静。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？6年前，我家意外失火后，全家人葬身火窟。我虽然逃过一劫，却只剩下孑然一身。当时，宫中正在甄选懂得医药的宫女。地方官府知道我从小学医，又可怜我孤苦伶仃，于是就将我提报参选。没想到，我侥幸被录用进宫。从此，我便一直待在宫中，直到升任司药女官。还记得那年，我只有14岁。都怪我，当时我还没有追随大人，正在四方游历，闻得噩耗，赶回故里，却已人事全非。地方官府又不肯透露你的行踪。婉儿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师叔不必介怀，这些年婉儿过得很好。地方官府不肯透露婉儿的下落，可是他们也是遵从宫中的禁令，一旦进了宫，是不许和外界联系的。当年你爹的医术远远超过了师叔，这也是我弃医不做的原因之一。当初要是我不离开，也许……师叔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我爹一生钻研于医药之学，并且乐在其中。师叔你博学多才，自当多方涉猎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协助包大人惩奸除恶，造福百姓啊！婉儿，你的确是长大成人了，如今反倒需要你来劝慰师叔，实在惭愧。不过，庆幸的是你总算继承了你爹的衣钵，相信小王爷的心痛之疾，你一定能够治得好。多谢师叔对婉儿的信任，婉儿定当全力以赴。来人！我们是开封府包大人的随行官兵，奉包大人之命出城公干，其余放行。放行。
小宝，客官，是你啊！你那么早就来了？哟，客官，这么早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件事跟你商量，里边说吧。好，里面请，里面请啊，来。参见包大人。刘通，属下在。你接任湖奔营指挥多久了？回大人话，属下已4年了。你自认湖奔营官兵的战力如何？啊，包大人，湖奔营的官兵……范指挥，本府不是问你，是末将多言了。你不必焦虑。昨日，本府看左卫营、近卫营，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，纪律严整。然而，今日看虎奔营却有所不同，才有意询问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刘通，答本府问话。回包大人，属下自认为虎奔营不输其他各营。哦，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奔营的官兵面带倦容，精神不振，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？回包大人话，虎奔营驻扎山区，驻点分散，包大人亲临视察，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，因此昨夜睡眠不足，以致精神不佳。哦，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？正是。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奔营，末将唯恐视察不及，所以才先行通知。你求好心切，本府明白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，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？不，末将绝无此意。也罢，究竟是否得宜，日后本府自会斟酌。不过除此之外，湖奔营的整体情形，可算是差强人意了。谢过包大人。也不是这儿。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去西边看看，耐下心来，总能找得到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要回去和张龙会合，一起回城。走吧。客官，你们可来了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来，您的茶。我等了很长时间了。久等了。如此说来，林掌柜认为那些家属愿意出面吗？当然，你想，他们的亲人被抓走了，又莫名其妙的失踪，他们心里能不急吗？那就好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。高官，您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？我只不过是个江湖人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林掌柜，你不要害怕啊！是。几位官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几位官爷这边坐，来。好，来，几位官爷。衙门的部快来了，我不能再说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欢迎4位光临本店。你们慢慢用。小宝，来壶上好的香片。快点，快点！来了！这么大哆嗦什么呢？渴死我了，这是。这是店里叫你。包大人请。包大人，本王也曾试图让犬子接受慕容姑娘的治疗，可是王爷，婉儿对此颇有信心，
就算没有绝对把握，试上一试，总是有益无害呀。这个，启禀王爷，属下本没有插嘴的资格，可是小王爷受心痛之苦多年，若是慕容姑娘能治好此病，也是小王爷之福分呐。那好吧，你就去请小王爷来一趟吧。遵命。王爷请放心，只要小王爷肯来，婉儿有信心可以说服他接受治疗。慕容姑娘的好意，本王明白。但是令本王担心的是，她未必肯来呀。不，我不去。小王爷，柴路，你明知道我的性格，为何不当场拒绝呢？包大人一番盛情，再说慕容姑娘对你的病术有专攻，王爷实在难以拒绝呀。我这病根本就是这样，死不了也治不好，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？说不定慕容姑娘真能治，何不让她试试？你信吗？这……凭父王的财富，王爷府的地位，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有名的大夫没看过，甚至连皇宫的御医我也试过不少。结果呢？每次犯病的时候，还不是一样，得靠那些药丸来救命。慕容姑娘小小年纪，试问，她怎么可能把这群医束手无策之症治愈呢？包大人和慕容姑娘在前厅等候，小王爷若不前往，岂不令王爷难堪啊？父王应该不勉强我才对。包大人和王爷是莫逆之交，包大人一片关怀之情，王爷怎好拒绝？也罢，我自己前去婉拒就是。启禀王爷，小王爷来了。哦。小王爷，请。孩儿参见父王。见过包大人。小王爷。慕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玉儿，你坐下。父王，包大人是长辈，长者在座，又岂有孩儿的座位？小王爷言重了。小王爷不良于行，还是坐下说话的好。长者赐，不敢辞。柴玉僭越了。玉儿，你肯来让慕容姑娘给你诊治，倒让父王颇感意外啊。父王，孩儿今日来，不是为了治病的。
那敢问小王爷，你若不肯治病，又为何前来？包大人关爱之情，慕容姑娘医者仁心，在下今天不来，岂非有失于理？那小王爷既然来了，又为何不肯让婉儿治病呢？请问慕容姑娘，自比宫中御医如何？婉儿不明白小王爷这句话的意思。王府与宫中御医素有渊源，也曾经有不少人自动请缨来帮我诊治。可是，也不过如此。慕容姑娘，你的医术精湛，可是难道你比宫中御医还要高明？玉儿，你……小王爷，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那些医者的确德高望重，可是他们治不了的病，婉儿却未必治不了。如此说来，慕容姑娘一定是师承高人了。常言道，只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傅。婉儿并非是有高人指点，婉儿的医道是由家中自成，以及自己研修的结果。虽然不敢自诩第一，可是治疗小王爷的病，却十分的有把握。慕容姑娘可能自认很有把握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试了。包大人，请恕柴玉无礼。父王，孩儿先行告退。柴玉，婉儿，不得无礼。大人，婉儿敬他是王爷之子，便好言相劝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。婉儿为何不能直呼其名？慕容姑娘，父王，孩儿倒想听听，慕容姑娘到底此话怎讲？慕容姑娘，我在等你说明，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，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？你素疾缠身多年，访遍了名医，仍无法根治。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，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，怕受打击？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？医道医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。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，仍不能尽得其妙。你不过就是看几个大夫，做过几次诊疗，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，再也不做任何的诊疗。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？小王爷，婉儿说的是否合理？慕容姑娘，你言之有理，而且句句发人深省。好，我为我方才说的话道歉，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，为我诊治。
慕容姑娘，犬子的病究竟能不能治好？如果小王爷愿意听我的话，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做治疗，婉儿有把握治得好。真的？啊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婉儿，小王爷的病情究竟如何？小王爷是通往心脏的血脉过于狭窄，导致血液无法顺利畅通，所以一旦情绪激动或是御寒的时候，就容易紧缩，也就是犯病的时候。他原本所用之药有用吗？回禀大人，有用，只是这种药只是帮助血脉扩张，这个办法只是暂时有效，却没有办法根治。长年累月之后，反而会使血脉变得更加脆弱，甚至无法负荷。到时候恐怕就更加难以医治了。哦，像小王爷这样的病症，过去可有人犯过？这种病的患者不在少数，而且都是先天宿疾。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西施了。所谓西子捧心，其实就是患了心痛之疾。慕容姑娘小小年纪，对这些事情怎么如此了解？婉儿家学渊源，又饱读医书，正所谓开卷有益呀。其实这些的确是得自于前人的著书立论。早在汉代的时候，医者对人体的经脉络脉早就已经了如指掌，婉儿只是旁征博引，再加上自己的钻研成果，所以才会有治愈的把握。慕容姑娘，那你打算如何治疗呢？本王必倾全府之力，从旁协助。从现在开始，必须重新调整并且强化小王爷的血脉。有些奇方妙贴，加以每天施以经针之术，假以10日之后，定可以看到效果。好，那犬子的性命就全仰仗慕容姑娘了。王爷放心，婉儿定当全力以赴。听张龙赵虎说，你们今天还是没有结果。没有，矿场不在那边的山区。不用急呀，才刚开始嘛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这2天我也在忙，过几天吧，我陪你去找。多谢展大人，不管花多少时间，我一定要把那座矿场找到。被关的矿工，恐怕每天都在等着被救出来呀。大人，虎贲营的官兵已经回到了矿场，属下带去的衙役也都已经回衙了。在这段期间，城内的治安都还正常吗？属下留下了几名得力捕快，在城中巡查，一切无事。范勇，你那边的情形又如何？包大人对虎贲营还算比较满意，他一离开，刘通就将所有官兵调回矿场，明天就可以继续采矿了。好，采矿的工作不能停。明天他去看哪座军营？包大人准备把剩下2座营1天之内看完。
什么原因让他这么着急？大人，会不会他看出什么问题了？不可能。本座还是去探探他的口气。包大人，张大人夜晚前来驿馆，有何要事啊？包大人连续视察2处军营，下官一直未曾陪同，实在是问心难安呐。张大人公忙，何必挂怀？再者，有范指挥陪同足矣。毕竟本府看的是他青州步军。是。听范指挥说，包大人明日要赶往2处军营。不错。本府的决定，张大人可是有意见？下官不敢。下官只是担心包大人太过劳累，还请包大人为国保重啊。张大人的好意，本府心领。只是本府自问还经受得住，张大人就不必费心了。是，下官多虑了。本府是想看完军营之后，能够尽快听听百姓的心声，查查张大人的州政。是，下官静候包大人勘察。当然，若是能够尽快忙完公务，也可以前往王府，与柴王爷叙叙旧。老友重逢，总是难得啊。原来包大人和柴王爷也素有往来。柴王爷的青州城，可曾为张大人带来困扰？绝对没有，柴王爷从不曾干涉州政，对王府中人也严加管束，多有节制，从不曾造成青州任何困扰。柴王爷乃是前朝皇室之后，本府也相信他不会给地方上带来任何不便之处。包大人说的是。不过，这右卫营和后卫营之间相距15、16里，两者又各距青州10里。包大人明日想必又要受那车马之苦了，下官不敢多做打扰，还请包大人早早歇息。你去吧。下官告退。大人，张冲前来驿馆，目的不会如此单纯。大人何以让他知道明日预定的行程呢？张冲夜访驿馆，必有原因。姑不论是否另有所图，能让他少些疑虑，总是好些。右卫营与后卫营可曾派人去查？张龙派人去了，军队若有调动，立刻会回报。大人，张冲走了。本府有意要你回避，就是让你隐藏暗处，一暗一明，更能够查出真相。属下明白。可曾查出失踪百姓的讯息？我已请当地百姓帮我打听，大概1、2天就会有回音。好，届时军务也已看完。若是田青也找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，此案便可以着手侦办了。快干活！这里边呀，好大船在里边！快走开，救人！快走啊！快救人！快！出来！李大叔，危险啊！等会儿，别说了，等会儿。
生什么事了？矿塌了啊！这个时候塌，真是无视。要不要派士兵进去救人？救什么人？你把人看好了，别让人趁乱跑了。可是什么？还不快去！人跑了，唯你是问。是。出来了！出来！把手！快！矿坑又塌了！